派查拉公主持续多日的葬礼守灵功德仪式上，许久未深度亮相王室核心场合的乌汶勒公主罕见现身。她携长女普罗百灵公主一身素黑礼服，全程恪守王室礼仪，跟随高僧诵经祈福、跪拜守灵，神情肃穆低调，不抢任何王室成员风头，安静送别侄女最后一程。从现场官方流出的站位图能清晰看到等级分明的秩序。泰王与苏提达王后、诗灵通公主站在灵前第一排核心位，乌汶勒则被安排在第二排侧位，身旁是斯蕊范公主与提邦公王子。她的次女诗丽吉亚更是排在最后一排旁支序列。就连跪拜用的蒲团都有明确区分，嫡系成员用明黄色，乌汶勒的2个女儿只能用蓝色垫，明明白白划出了托侧旁支与正统王室的边界。这位泰国王室史上最具争议的长公主，已经很少出席王室核心公务活动，这次专程前来吊唁侄女，也让外界再次将目光投向2代王室嫡长女的人生轨迹。很少有人知道，2代嫡长女私下孤执情深。帕查拉当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乌汶勒正定居美国加州，时常把侄女接到家中照料，逢年过节都陪着她一起过。帕查拉性格沉稳内敛，在美国读书期间很少社交，全靠大姑一家的照拂才熬过了异乡求学的孤单日子。也正因这份早年的情分，帕查拉离世后，常年定居伦敦的普罗百灵第一时间在当地佛寺筹办了7日功德法会，带着丈夫和3个孩子全程诵经祈福，之后又专程飞回曼谷守灵，以表姐妹情谊。同样身为帝王家的长女，同样拥有顶尖的学历与出众的能力，乌汶勒选择了摔碎公主头衔，为爱远走海外，半生跌宕起伏。帕查拉则选择了扛起所有责任，终身困在王室规矩里，47岁便英年早逝。2条完全相反的人生道路，藏着王室女性共同的身份枷锁，也藏着不同的人生取舍。乌汶勒是普密蓬国王与诗丽吉王后的第一个孩子，1951年4月出生于瑞士洛桑。作为王室嫡长公主，她从小受尽父母宠爱，因为长相精致灵动，被泰国民众称为法国娃娃。她继承了父亲的运动天赋，擅长乒乓球、羽毛球与帆船项目。1967年东南亚运动会上，16岁的乌汶勒和普密蓬国王搭档参赛，拿下了帆船项目金牌，这也是他早年最广为人知的公众技艺。1969年，18岁的乌汶勒前往美国深造，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学与核物理专业。在当时的泰国王室成员里，她是少有的选择理工科的女性，学业表现十分出色。也正是在麻省理工的校园里，她结识了同班同学美国男子彼得·詹森，2人很快陷入热恋。这段恋情传回泰国后，立刻遭到王室的强烈反对。泰国王室传统规定，公主不得与外国平民通婚，且彼得·詹森出身普通家庭，既无贵族头衔，也无政治背景，完全不符合王室的择偶标准。诗丽吉王后多次打电话劝说女儿回国，普密蓬国王甚至召见美国驻泰大使，希望通过外交渠道介入，让女儿中断学业返回泰国。但美国方面以恋爱自由不得干涉公民个人选择为由，拒绝了国王的请求。王室的阻拦反而坚定了乌汶勒的决心。1972年7月，21岁的乌汶勒正式向王室提交申请，主动放弃全部王室头衔与王位继承权，以平民身份与彼得·詹森在美国结婚。普密蓬国王最终批准了申请。从结婚当日起，乌汶勒不再拥有公主身份，连殿下的尊称也被一并剥夺。她随夫姓改名为朱莉·詹森，王室官方合影与公开活动名单中从此抹去了她的名字。婚后2人先定居马萨诸塞州，后来搬到加州圣迭戈。20多年的婚姻里，2人育有2女1子，大女儿普罗百灵，二女儿诗丽吉亚，小儿子彭·詹森。褪去公主光环的乌汶勒过起了普通家庭主妇的生活，夫妻俩合伙开办了一家工程顾问公司。她一边打理公司业务，一边照顾3个孩子的饮食起居。因为和王室闹僵，她自尊心极强，不肯接受娘家的经济资助，日常工作和家务都亲力亲为，生活节奏远比在王室时忙碌。1992年，
乌汶乐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专门帮扶泰国的艾滋病孤儿。这也是他离婚前为数不多和泰国本土产生关联的公共事务。婚姻的裂痕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新鲜感褪去，彼得·詹森开始频繁出轨，甚至在外包养情人长达10余年。1997年，14岁的儿子彭在家中意外撞见父亲和其他女性在一起，转头告诉了母亲。乌汶乐当场质问丈夫，对方却毫无愧疚地表示，当初的爱意已经消失，自己爱上了别人，提出离婚。此时的乌汶乐已经46岁，为了这段婚姻，他和娘家决裂了20多年，放弃了与生俱来的身份地位，最终却遭遇背叛。她曾试图挽回婚姻，甚至提出可以接受丈夫另觅伴侣，只要维持婚姻形式。但彼得·詹森态度坚决，不仅坚持离婚，还试图通过诉讼霸占大部分家庭财产。走投无路之下，乌汶乐最终向泰国王室求助。普密蓬国王与失利即亡后，终究心疼女儿，立刻安排王室律师团队介入，帮他打离婚官司，最终帮他拿回了大部分财产，也争取到了3个孩子的全部抚养权。1998年，这段维持了26年的婚姻正式宣告结束。2001年，50岁的乌汶乐带着3个孩子返回泰国定居，普密蓬国王恢复了他的王室成员身份，3个孩子也获得了王室头衔与泰国公民身份，但他始终没有拿回殿下的尊称，继承顺位也排在诗琳通公主、朱拉蓬公主一脉之后。兜兜转转20多年，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出生的王室。3个孩子里，独子鹏是当时王室年轻一代少有的男丁，格外受关注。2个女儿则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长女普罗百灵1973年出生于美国，是3个孩子中最像乌汶乐的一个，完美继承了母亲的时尚天赋与外向爽朗的性格。她从小在美国接受精英教育，毕业于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时装设计专业。回国后一头扎进泰国时尚产业，创立了个人轻奢服饰品牌，常年活跃在曼谷、巴黎各大时装周，还和同样深耕时尚领域的斯蕊范公主成为圈内好友，多次同台出席慈善秀与行业活动。她的婚姻也颇为安稳，丈夫是泰国华裔富商家族的嫡系子弟，2人育有2子1女，家庭生活低调圆满。平日里，她除了打理自有品牌，大部分时间都陪着母亲出席慈善活动，帮着打理乌汶乐名下的基金会，是母亲最得力的左膀右臂。次女施利吉亚则和姐姐性格截然相反，内敛文静，不喜张扬，是3姐弟里最低调的一个。她毕业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毕业后没有涉足名利场，也没有进入王室公务体系，而是嫁给了泰国老牌贵族家庭的公子。婚后专心相夫教子，几乎不公开露面。姐妹2人虽名义上拥有王室头衔，但都没有殿下的尊称，日常公务中的礼遇、座次、仪仗规格都远低于嫡系公主，就连葬礼上跪拜用的蒲团，也只能使用旁支成员标配的蓝色，与嫡系成员的明黄色形成清晰的等级边界。也正因从小见惯了王室的规矩、冷暖与权力起伏，姐妹俩都活得格外通透，从不主动争抢王室资源与核心权力，只守着自己的小家庭和事业，陪着母亲安稳度日。回国后的乌汶乐和弟弟马哈哇吉拉隆功关系十分亲近，时常和当时还是王储的马哈一同出席公务，和当时的王储菲西拉米也相处融洽。他的小儿子彭活泼懂事，深受舅舅马哈的喜爱，是王室年轻一代里的活跃成员。外界一度认为他会成为舅舅的重要助力，但命运的重击接踵而至。2004年12月，印度洋特大海啸席卷泰国南部沿海地区，当时21岁的彭正在普吉岛度假，不幸在海啸中遇难。独子离世给乌汶乐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此后几年，他深陷抑郁，极少公开露面，大部分时间都闭门不出。施利吉王后担心女儿的状态，特意安排自己的好友邀请乌汶乐观看话剧，接触影视制作，希望帮他转移注意力。这次尝试意外打开了乌汶乐人生的新方向。2007年，他首次涉足影视圈，参与拍摄电视剧《奇迹发生的地方》。2008年，他亲自担任制片人并主演同名电影，
还带着作品前往戛纳电影节进行宣传推广。该片最终在泰国拿下超2852万泰铢的票房，口碑与市场表现都超出预期。真正让他震惊全泰的是2010年上映的动作大片《玩命狙击》。当时59岁的乌汶乐不仅担纲女一号，还和香港影星余文乐搭档演对手戏。片中既有枪战爆破大场面，还有被反派掌国的冲突戏份。余文乐事后接受采访时坦言，拍掌国戏时压力极大，现场全是持枪保镖，还有3架黑鹰直升机随时待命保护公主，他根本不敢真下手，最后只能靠借位完成拍摄。除此之外，他还客串过热播泰剧《天生一对》，亲自献唱主题曲，完全打破了王室成员端庄守礼、不能抛头露面的百年传统。他打扮新潮，妆容精致，公开尝试医美调整，状态看起来远比实际年龄年轻，走在街头更像当红女明星，而非传统王室成员。泰国媒体因此封她为娱乐时尚圈女王。普密蓬国王与诗丽吉王后对女儿的选择始终持包容态度，只要她能走出丧子的阴霾，便全力支持，还为她的影视与慈善事业提供了不少便利。在父母的庇护下，乌汶乐即便经历了婚姻失败、丧子之痛，依旧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2016年，普密蓬国王去世，儿子马哈哇吉拉隆功继承王位，乌汶乐的人生再次迎来重大转折。2019年2月，泰国迎来军政府执政后的首次大选，亲他信阵营的泰护国党突然宣布提名乌汶乐公主为该党唯一总理候选人。消息一出，立刻引发泰国政坛大地震，这是泰国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首次有王室核心成员参选总理。乌汶乐本人当天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称自己早已放弃王室头衔，此次参选是行使普通泰国公民的权利，真心想为国家和民众效力。可提名公布当晚，马哈国王就通过国家电视台全文宣读谕令，明确表示，乌汶乐虽主动放弃过封号，但仍是王室不可分割的一员，参选总理极不妥当，违背宪法与君主立宪传统。仅24小时，局势彻底反转。次日，泰护国党紧急宣布取消所有竞选活动。2月11日，选举委员会正式将乌汶乐从候选人名单中移除，随后更是以违反政党法为由解散泰护国党，党高层被禁止参政10年。风波过后，乌汶乐发文道歉，结尾还加了一句怎么会这样，短短5个字，道尽了这场政治闹剧的荒诞。这场持续仅3天的参选闹剧，最终以他的政治生涯彻底终结收尾。马哈国王加冕时，其他王室核心成员都获得了头衔加封，只有乌汶乐的身份没有任何变动，他在王室内部的地位也进一步边缘化。此后，乌汶乐很少参与王室核心公务，大多只在慈善、时尚类活动中露面，和核心权力圈保持着距离。这次帕查拉公主葬礼，他带着大女儿普罗百灵专程到场守灵，全程低调沉默，也符合他近年的行事风格。站在侄女的灵柩前，75岁的乌汶乐或许会生出诸多感慨。同为王室嫡长女，她当年拼尽全力挣脱的王室枷锁，帕查拉却主动扛了一辈子。如果说乌汶乐是王室里的叛逆者，帕查拉就是最标准的乖女儿。她一辈子恪守规矩，承担责任，最终把自己耗到了油尽灯枯。帕查拉公主作为马哈国王与宋莎瓦丽王妃的嫡长女，背靠玉坤家族顶级门阀势力，自幼被王室当作下一代核心支柱培养，一生恪守规矩，隐忍尽责，活成了王室最完美、最标准的模范公主。她学业优异，拿下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深耕国际司法领域，执掌联合国核心事务，在国际外交舞台站稳脚跟，拥有无限光明的独立事业前景。但与乌汶乐追求自我、肆意洒脱不同，帕查拉一生被责任与身份牢牢捆绑，从未为自己活过。为稳固王室格局，平衡玉坤家族势力，扶持弟弟提邦公继位，他主动放弃海外顶级事业，依然归国扎根王室，常年超负荷处理公务，深耕军方体系，硬生生把自己熬成了王室的万能螺丝钉与定海神针。感情层面，他更是将隐忍刻入骨髓。
与恋人帕里塔特相守10年，两人情投意合，家世匹配，早已得到王室内部默认，却始终不敢公开恋情，不敢谈及婚嫁。他清楚知晓泰国王室的规矩，嫡公主一旦婚嫁平民，必将剥夺头衔，失去继承权，彻底丧失辅政能力。为了王室体面、家族利益、弟弟前程，他甘愿委屈自己，让爱人无名无分陪伴10年，终身未嫁，孤独一生。2022年，长期超负荷操劳的帕查拉突发重病，陷入长达3年半的深度昏迷，最终于2026年6月11日离世，年仅47岁。他的一生完美复刻了王室对嫡长女的所有期待，尽责、隐忍、无私、体面，赢得了举国敬重、王室最高规格葬礼与无尽哀荣，却唯独亏欠了自己。对比2代公主的人生，差距一目了然。乌汶勒明明手握顶级王储继承权，却敢为了虚无的爱情，果断舍弃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王室身份，挣脱宫墙枷锁，远赴异国他乡，体验百态人生。他的人生看似叛逆荒唐、跌宕破碎，却每一步都是自己的选择，爱过、痛过、拼过、活过，轰轰烈烈，无怨无悔。即便遭遇婚姻背叛、丧子之痛、政坛失利，他也能快速自愈，重启人生，晚年活得松弛通透、自在洒脱。而帕查拉手握一手绝佳好牌，家世、学历、能力、声望无一短板，本可以效仿大姑乌汶了，挣脱王室桎梏，留在海外深耕事业，拥有自由独立、精彩纷呈的人生。可他太过懂事，太过尽责，一辈子被嫡长女的身份绑架，被王室规矩、家族责任、旁人期待裹挟，不敢叛逆，不敢任性，不敢追求所爱，一生隐忍克制，负重前行，耗尽身心，英年早逝，最终落得满心遗憾，草草落幕。泰国王室的女性宿命，在两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王室的尊贵头衔、顶级光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能带来无尽体面与荣华，也能困住人的一生。乌汶勒挣脱了枷锁，付出了跌宕半生的代价，却换来了自我与自由。帕查拉坚守了责任，守住了王室体面与荣光，却透支了生命与人生。此次乌汶勒携女低调守灵，既是送别晚辈，亦是与自己的人生和解。他看着极尽完美却短暂落幕的侄女，或许早已看透，王室的荣光皆是虚妄，随心所欲，为自己而活，才是人生最珍贵的底色。世人皆叹帕查拉可敬可惜，实则最让人遗憾的是，他本可以活成乌汶了，却硬生生活成了王室的牺牲品。如今帕查拉离世，泰王已一纸谕令提拔其恋人帕里塔特至少将，准许其自由入宫，终身陪伴，用迟来的成全弥补公主一生的遗憾。但再多的补偿与荣光，也换不回公主鲜活的一生。2代嫡长女的人生对比，终究印证了最朴素的道理：生于帝王家，看似坐拥万物，实则最难得的是随心而活的自由。太过懂事、太过隐忍的人生，从来都最辛苦，也最遗憾。守灵仪式上，乌汶勒站在队伍侧面，看着侄女的灵柩，全程没有多余的表情。他这一生，为了爱情摔碎过公主头衔，遭遇过背叛，经历过丧子之痛，还试过触碰政治红线，大起大落，活得分外鲜活。而他的侄女，一辈子循规蹈矩，完美的像个王室标本，却在最年富力强的年纪骤然离世。有人说乌汶勒叛逆任性，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也有人说帕查拉懂事尽责，是王室的栋梁。可放在人生的维度里，很难说谁的选择更正确。乌汶勒挣脱了王室的枷锁，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实实在在为自己活过。帕查拉背负了所有责任，赢得了举国敬重，却透支了自己的生命，连一场光明正大的爱情都没能拥有。她们是2代王室嫡长女，共享着相似的出身与天赋，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终点。但她们的命运里藏着同一个真相：王室的光环能带来财富、地位与尊荣，却挡不住命运的无常，挡不住婚姻的变故，挡不住生离死别，也挡不住每个人对自我选择的渴望。仪式结束后，乌汶勒牵着女儿普罗百灵的手，慢慢走出大皇宫。宫墙内外是2种人生：
也是同一种宿命。